China to Pakistan is friend. Yes, we are best friends. 我没想到，如今的巴基斯坦居然还有类似我国古代私塾的教学机构，它是一处完全露天而且完全免费的私塾。So in other time, the children go another school. Yeah. Morning time school. Yeah. Other time this one. This one. Oh, English. What's your age? You know, your age. 3 12. Okay, you 11 11, 12. Okay. 发现他们这个英文的掌握程度还不是特别好啊，一些单词，书本上这些单词啊，只有一小部分特别简单的他们都会读啊，大多数都不会念。由于这是一处露天学校，所以每天开始上课之前都必须把教室，也就是这块地面打扫干净。上课时间即将到了，我也终于见到了这座露天学校的创始人阿优布先生，为这座露天学校付出了30多年的时光，如今他已年过60。这个学校呢，以前先是创立起来为一些贫困的没有办法上学啊，要为家庭承担这个赚钱重任的这些小孩来创立的，就是让这些小孩在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能够相当于是在中午跟下午中间这个时段啊休息的时段，能够来这个地方顺便学一点知识，能改善一点这个赚钱的技能而创立的。从创立最开始到现在有30多年了，这个巴基斯坦它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在慢慢的提高。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孩呢，他们全部都是白天在另外的学校公立学校上学，然后下午3点钟放了学之后啊，3点半统一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课外学习，有这边的这些免费的老师来辅导他们进行相当是补课啊，做一些课外的作业。Why you come here to study? क्या मसला है उसका क्या कहती है वो? Do works. So the teachers will help you? Yes. All the students is the same? Yes. If rains or snow, you will come? Yes. So come here is free? Yes. Yeah, free. Okay. No money. No money. Okay. 这里的教学风格同样具有私塾特色。阿尤布老先生啊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的，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守时的观念。我来这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阿尤布先生在惩罚这些今天上课迟到的同学。第二个流程呢，就是这些同学啊排着队啊交一些小额的罚款。这个阿尤布先生现在在辅导他们的一个相当于是课外的一个作业啊，这2个学生是他们这年纪比较大的，是9年级，相当于是初3了然后这个是辅导他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作业，所以他们来到这边的这个性质呢，就不完全是上课啊，还有很多就大部分现在学生来到这的性质就是相当于是来这里做自己的作业，然后免费的一个课外辅导的一个性质。像他们这边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有啊，从1年级的到初中，我看到最大的这2个孩子是初3的啊，这些老师们都可以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对这个老师的要求也是挺大的，必须要所有的科目啊，所有的年级的东西全部都能够掌握。所以对这个像阿尤布先生年纪这么大了之后的话，还是巴基斯坦的公立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教学水平十分有限，只有家境贫困的学生才会选择就读。而他们同样有一颗积极上进的心，于是他们来到了这座露天私塾。30多年前，这里的教师只有阿尤布先生1人，如今这里已经有7名志愿教师，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的是退休警察，有的是大学生。在这个时候啊，我感觉这里的氛围就好像来到了中国古时候的这个私塾里面这个学生呢围坐一圈，由先生来讲解这个知识点，感觉初看上去这个氛围啊是很轻松很休闲的。其实他们这些老师的教学态度是非常认真而且非常严格的其实我在这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些巴基斯坦人他们也对自己的教育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些学生的家长也一样是很希望这些小孩通过学习的提高，学到更多的知识来改变命运。所以说3点钟过后，他们这些孩子也是在家里的配合跟支持下全部都来到了这儿。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家境贫富，知识永远是改变命运最好的路径。这座免费的露天私塾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努力改变命运的学子，也承载了一个国家的希望。
叔爱好就是抠脚啊，边抠着脚边把这个奶茶就给做了。我身后的这家巴基斯坦小店啊，一天能卖出几千壶的铁罐奶茶。这个奶茶到底有多奇妙？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蹲坐在操作台上的这位大胡子大叔，就是这家店的灵魂人物。这个大叔爱好就是抠脚啊，哎呦我的妈！边抠着脚边把这个奶茶就给做了。每天卖出的1000多罐奶茶，全部都是爱抠脚的大胡子大叔亲手一一制作，绝不偷懒。挂满了就是他们店这个无限循环的这种铁罐啊，对吧？用铁罐来装的，这也是巴基斯坦奶茶的一个特色。铁罐子里依次加入茶叶、热水、牛奶、白糖，最后放入灵魂调料生姜，将铁罐放在操作台上小火慢煮，1分不多1分不少，奶茶煮沸立即上桌。就问你是不是值得送他们2个字：讲究。大家知道这个小哥手中的勺子是干嘛用的吗？拿上一瓶即将出炉的奶茶啊，用勺搅一搅，然后轻轻的放到嘴里去尝一尝 ，OK， 味道不错啊，就可以拿出去上餐桌了。这个奶茶店的神奇之处还在于这一方小小的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太多功能了啊。首先呢，下面是炉子啊，其次呢，它是这个大哥的坐着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下面是一个煮茶的地方。这个旁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就是出餐还有这个品鉴员工作的地方，而且这个勺子啊，还有用过的这些碗啊，都会堆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清洗。这里面有哪几种选择啊？一个3种的，一个是3吃的，一个是4吃的，一个是8吃的。牛奶越多，这个就越贵。我要一杯80的那种，然后那个就不用帮我品尝了。虽然我这罐豪华版的奶茶只要花2块多，但是品鉴员的工作一丝不苟，还是坚持一定要尝一尝才能上桌。奶茶来了啊！我找了一个雅座啊，既能坐在这喝奶茶，又能看外面的街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位置。尝试一下这个巴基斯坦的铁罐奶茶啊，豪华版的，除了奶就是茶了，没有加一滴水。它这个颜色非常的浓郁啊，哇，跟这个港式奶茶的颜色非常像。倒出来这个茶杯里面能够看到一颗一颗的茶叶在里面。虽然这个环境比较堪忧啊，但是这杯奶茶是绝对的地道了，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真材实料的奶茶啊！看一下这个杯底啊，喝完了奶茶之后，杯底都还残留着茶叶啊，非常好喝。中巴鱿鱼，我也是。爸，鱿鱼，我也是。